各位健康永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佑丽。今天这期内容，请你一定要耐心看完，因为它可能关系到你或者你家里长辈实实在在的福利。现在，请你花3秒钟，把自己的身份证拿出来，仔细看看上面那串数字。你是不是觉得身份证平常就是坐车、住旅馆登记一下而已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的身份证号码里，特别是中间那4个代表你出生年份的数字，很可能就藏着一个财富密码。这个密码要是用对了，政府可能从今年12月开始，就默默为你存了一笔钱，只要符合条件，领个几万块都是有可能的。尤其是我们台湾地区65岁以上的长辈，千万别因为不知道而错过了。我们经常说信息就是财富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很多长辈辛苦了一辈子，到了该享福的年纪，却因为不了解政策，错过了政府发放的各种补助和津贴，真的太可惜了。这些钱不是你年轻时候缴的保险金，而是政府因为你的年龄，因为你对社会的贡献，专门给你的生活补贴和福利。所以今天佑丽就来做大家的信息翻译官，帮你把身份证上那4个数字的秘密一点一点全说明白。首先，我们来讲讲最直接也是最多人关心的现金补助。这笔钱和你的退休金完全是两码事，它不看你以前有没有工作，有没有缴劳保，它只看你的年龄。只要你的身份证出生年份到了那个门槛，你就有资格去申请。最普遍的一笔就是敬老津贴。很多地方规定，年满80岁的长者就可以开始领取，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县市，甚至把门槛降到了70岁、65岁。这笔钱是分级发放的，年纪越大，领得越多。比如80到89岁，每月可能领几百元新台币。到了90到99岁，就可能涨到1000多。如果成为100岁人瑞，那政府给的贺寿津贴就更可观了。你别看每个月可能就几百1000，觉得是小钱，但对于没有其他收入的长辈来说，这就是买菜钱，是买药钱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帮助，而且这是细水长流的，只要符合条件，每个月都会准时入账。我身边就有真实的例子，一位邻居伯伯82岁了，一直不知道有这笔钱，全靠子女接济，后来去里办公室一问，当场就能办理，他后悔的直拍大腿，说白白少领了2年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到了岁数，第一时间就让家人帮忙，或者自己去户籍地的里办公室，乡公所问清楚，别让应得的福利躺在那里睡大觉。除了敬老津贴，还有一笔非常重要的钱，叫做国民年金。很多农民朋友、家庭主妇，或者年轻时打零工没固定工作的朋友，总担心老了没保障。政府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设立了国民年金制度。简单说，只要你年满65岁，并且符合相关资格，哪怕你以前缴的费用不多，每个月也能领到一笔养老金。这笔钱由2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你自己过去缴的保费累积起来的，另一部分是政府直接给的基础年金，这是政府保障你基本生活的承诺。对于现在年纪已经很大，比如70、80岁，当初制度上路时就没机会缴钱的长辈，很多地方也有老年基本保证年金的规定，不用补缴，直接就能领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没在公司上过班，老了就什么都没了。你的身份证年龄就是领取这份保障的最关键钥匙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笔钱，覆盖面更广，而且刚刚有了重大利好消息，那就是长期照顾服务和相关补助。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，政府非常重视长照问题。如果你的家人，包括你自己，因为年老、疾病或身心障碍失能，需要人长期照顾，那么政府提供的帮助就不仅仅是发钱那么简单了。首先，从明年开始，最新的长照 3.0 计划就要上路了，服务对象比以前更广，连50岁以下的失智症患者也能被纳入。政府提供的服务包括专业的居家护理、日间照顾、喘息服务，让家庭照顾者能休息一下，甚至还有交通接送补助。一般地区每趟补助都提高到了115元，这些服务如果全部自己掏钱，将是一笔巨大的开销。但现在通过政府评估，大部分费用都由长照基金支付了。更重磅的现金福利在这里，从今年2025年1月1日起，长照特别扣除额已经从每人每年12万元，大幅提高到18万元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申报综合所得税时，家里有符合条件需要长照的家人，包括你自己、配偶或受抚养亲属，那么计算应税收入时，可以直接扣除18万元。
假设你是用 5% 的税率，这就直接帮你省下9000元的税。如果是 12% 的税率，更是能省下21600元。这等于政府用退税的方式直接补贴了你的家庭照护开销。这笔钱在明年2026年5月报今年税的时候就能用上，估计会有超过30万户家庭受惠。所以，如果家里有需要照顾的长辈，一定要记得去申请长照服务评估，并在明年报税时申报这项扣除额。这绝对是能帮你省下好几万块的真金白银。说完了直接的现金和减税福利，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不发现金，但能帮你省下大笔开支的隐形财富。省到就是赚到，这话一点不假。第一项就是敬老卡带来的交通优惠，只要你年满65岁，部分地区可能更低，凭身份证或敬老卡，在市区搭乘公交车、捷运，很多时候都是免费或者半价的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每天要出门买菜、散步、找老友喝茶，1个月下来，交通费轻松省下上千元，这难道不是政府发给你的出行补贴吗？不仅如此，很多公园、博物馆、风景区对持有敬老身份的长辈都是门票全免或优惠，让我们有机会用更低的成本去享受更丰富的老年生活。第二项是免费健康检查，政府为65岁以上的长者每年都提供1次免费的健康检查，这可不是简单的量血压，而是包括血液检查、看血糖、血脂、肝肾功能、尿液检查、心电图，甚至腹部超声波等一套比较完整的项目。这些检查如果自费去做，随便都要几千元新台币。定期做检查就是为了早发现、早治疗，管理好慢性病。要知道，健康的身体才是晚年最大的本钱和财富，能帮你省下未来无法估量的医药费和痛苦。这项福利通常在你户籍地的社区卫生中心或卫生所就能做，只需带上身份证即可。除了关乎人的福利，现在连你住的房子，政府也可能发钱帮你养老。这就是2025年底刚发布的新政策——老宅延寿补助。如果你的房子屋龄超过30年，是合法的4到6层公寓或透天厝，就有机会申请。补助的项目非常实用，比如更新老旧危险的管线、修缮外墙和屋顶防水、加装电梯或者无障碍设施像扶手、防滑地板。如果是整栋公寓的公共区域修缮，最高补助金额可以达到960万元新台币。如果是自己家里的室内改善，每户最高也能补助20万元。如果是高龄或弱势家庭，还能提高到30万元。这政策就是为了应对人老屋野老的现状，让我们能住得更安全、更舒适，实现在地安老。想想看，老房子修葺动辄几十万上百万，现在政府出大头帮你解决，这不就相当于为你存了一笔巨大的房屋养老金吗？符合条件的朋友一定要去都市更新入口网查查详情，或者打咨询电话0277019919问问。说了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福利，可能很多朋友心动了，但接着就会问，佑丽啊，这些都好，可我该怎么去领，怎么去申请呢？会不会很麻烦？别担心，我这就把步骤给你理清楚，其实一点都不复杂。第一步就是核对年龄，拿出身份证，确认中间那4位数的出生年份，算算自己的足岁是否达到了各项福利的门槛，比如65岁、80岁等。第二步，备齐文件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最基本的通常是身份证原件、户口簿、本人名下的银行存折或金融卡用来接收补助款。如果要申请长照或身心障碍相关补助，则需要相应的评估证明或手册。去之前，最好把证件都复印一份带上。第三步，找准窗口，大多数福利都是由户籍所在地的里办公室、乡镇、市公所或区公所的社会民政课负责的。走进去，客气地询问，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 XX 岁长辈可以申请的福利，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。如果行动不便，完全可以委托子女代办，或者先打电话咨询。现在很多服务也越来越便民了。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，必须提醒大家，那就是定期认证，尤其是领取按月发放的津贴，比如敬老津贴或国民年金。政府为了防止冒领，会要求受益人定期，通常每年1次做生存认证，证明人还健在。现在科技发达，很多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刷脸完成。如果长辈不会操作，一定要请家里的年轻人帮忙，或者去当初申请的单位请工作人员协助。千万别忘了这件事，否则补助金会被暂停发放。虽然补办认证后可以补发，但中间断了几个月，总会让人心慌。最后，
佑丽必须多叮咛几句关于防诈骗的心里话。我们讲这么多领钱的好事，但坏人也可能利用大家期待福利的心理进行诈骗。请你千万牢记一个原则，所有政府发放的正当补助和福利，绝对不会要求你先汇款、缴手续费或保证金。凡是打电话、发短信让你点不明链接，或者索要银行账户密码的，100%是骗子。所有正规的申请，一定是通过各级政府机关、公所、里办公室这些渠道。有任何不确定，第一时间打电话到相关政府单位核实，或者跟家人商量，切莫贪心慌张，因小失大。也许有人会觉得，为了这些钱跑来跑去，挺麻烦的。但佑丽想说的是，这不仅仅是为了钱，更是对我们老一辈人一生辛勤付出的一种社会回馈和尊重。我们年轻时为家庭、为社会努力打拼，现在社会进步了，这些福利政策就是我们共享发展成果的体现。主动去了解、去申请，是每一位长辈应有的权利。而且，你的这次行动可能还会帮到更多人。很多老人信息闭塞，不会用手机，可能就住在你隔壁，却从不知道这些福利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今天佑丽的分享对你有用，请你务必做一个温暖的传递者，把这个信息分享给你的家族群，告诉你身边所有1960年以前出生的亲朋好友，特别是提醒他们关于长照扣除额提高到18万和老宅修缮补助这些新政策。你的一次转发，可能就能帮他们家庭减轻好几万的经济负担，这真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健康永驻频道，我是林佑丽，祝愿所有长辈都能身体健康，晚年生活安稳、幸福，该享的福一样都不错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